每次倒垃圾你都会乖乖分类吗？还是全部都丢到一般垃圾？垃圾到底为什么要分类？如果不分会怎样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垃圾去哪里吧。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根据环保署的统计资料显示，2021年全台湾的一般废弃物总量超过了1006万公吨，平均呢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可以制造1.2公斤左右的垃圾，非常惊人。这1.2公斤的垃圾也包含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那我们平常在倒垃圾的时候，也都会被要求一定要好好分类，而且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还非常的细腻，垃圾被分成了7到8种不同的类别。但是民众这么认真分类倒垃圾的时候呢，就常常看到清洁人员把我们辛苦分类的东西全部倒到同一袋，那我们还需要分类吗？被收走的那些垃圾后来到底去了哪里？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做法真的有环保吗？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跟另一半有更愉快的亲密体验，玩具或许是你的好帮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门讲座《大人的玩具总动员》的限定优惠，这是图文不符上课喽跟知名的义务梗塞团队继之前超过2000人支持后，再次合作推出线上版的性爱讲座。而在这门讲座当中呢，讲师透过完整专业的性知识来教大家认识情趣玩具，从功能、形状、触感等各个面向挑选最适合你的情趣玩具，以及认识呢在不同身体部位情趣玩具的使用技巧。目前课程已经在 Press Play 全面预购，赶快到 Press Play 页面搜寻大人的玩具总动员，把握限量早鸟的6折优惠吧。在政策上，如果从垃圾的来源来看，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垃圾简单的分成2种不同的类别，一个是事业废弃物，一个是一般废弃物。事业废弃物指的就是企业所生产制造出来的垃圾，而一般废弃物就是平常大众或是家庭所产出的垃圾。之所以会这样分是因为企业的垃圾，比如像是工厂等等，会有一些有毒的废弃物，处理起来呢要比较谨慎，所以分开规范。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会比较聚焦在一般民众的一般废弃物，而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细分成可回收的资源物以及不可回收的垃圾。等等那为什么政府规定要分类呢？它除了可以让用过的东西能够回收再利用以外，还有一个层面的考量，就是提升垃圾处理的效率。因为不同的垃圾有它适合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有的垃圾适合焚烧，有的不适合。那当我们把不适合焚烧的垃圾丢去烧，除了可能造成污染也会让焚化炉的寿命减少。好的，那说到这边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先来看看一般民众丢掉的不可回收垃圾通常都是怎么处理的。目前不可回收的垃圾呢，主要都是用焚化的方式来处理，但少部分来不及烧完或是不适合烧的垃圾，则是会运到掩埋场堆置或者是掩埋。当垃圾被送到焚化厂之前呢，会需要先称重记录，检测它的辐射。而此外，有些县市还有零废弃资源化系统，可以透过机器呢，把这个金属啊、玻璃等不适合燃烧的垃圾额外的筛选出来。那在焚烧的时候，一般家户的垃圾跟某些企业产生的垃圾也会稍微的混合焚化，让垃圾的性质比较平均，提升燃烧的品质。那垃圾焚烧之后呢，会产生废气、废水、底渣还有飞灰。废气可以用来发电，废水可以提供焚化厂再次利用，而底渣处理之后呢，可以作为地基铺路或者水泥产品的这个参配料。而至于飞灰在处理之后就会送去掩埋。目前的垃圾焚化有不少的问题。第一是现在的垃圾越来越难分类，因为很多东西的包装材质越来越复杂，民众要丢的时候不确定要丢什么类，所以呢，最后要不就是随便丢一个，要不就是直接丢一般垃圾。但如果没有妥善的分类，如果有不可燃的物品一起拿去焚化，可能就会产生毒气。而第二，台湾的垃圾焚化厂已经使用非常久，由于设备老旧或者是零件停产，每天可以处理的量越来越少，等待处理的则是越来越多。第三，焚化产生的飞灰没有利用价值，只能够掩埋，但累积久了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地方掩埋。虽然现在的政府跟民间都努力开发再利用的技术，但以目前来说，还是没有一个可以完全对环境零污染的这个处理方式。第四，虽然焚烧的这个热能呢可以用来发电，但有数据显示，这种发电所产生的碳排放可能仅次于燃煤发电之后与净零碳排的全球目标有所冲突。好的，那看完不可回收的垃圾，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可回收的部分吧。
按照环保署公告的回收项目，回收垃圾可以分成平面类、立体类、其他大型家具家电以及厨余类。而在这4大类别之下呢，又可以分成非常多的小类。一般来说，被丢弃最多的主要还是纸容器、塑胶容器这类属于立体类的资源物。那在民众把资源物交给清洁队之后呢，可能会有2种处理方法：一是清洁队沿线收取之后不分类或者简单分类之后呢，直接卖给外包的回收业者。回收业者收到之后呢，会再分类卖给中盘商，然后中盘商进一步整理，最后转卖给纸厂或者是钢铁厂这类的下游厂商，把资源物变成可以再生产的原料。而第2种处理方法呢，是清洁队收取之后会在回收厂内直接用人工来分类。部分回收厂呢，也会把还堪用的物品维修保养后转卖给回收业者，或是拿去一些活动变卖。那虽然目前我们已经有一整条产业链在处理这些资源物但目前的处理方法还是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跟不可回收的垃圾呢，有个类似的问题是分类很困难，民众不知道要丢哪个，要是丢错了，后续也不好处理。而且有些垃圾虽然标示说可以回收，但它其实是一个复合材质，需要的回收技术门槛、成本都比较高，所以最后只能够被当成是一般垃圾来分化处理。那就算民众已经做好了最好的分类，但当清洁人员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因为沿线收资源物的这个时间太紧迫，又或者是回收厂本身空间不够，所以没有办法确实的分类。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民众、清洁队人员以及回收业者一路上都要不断的重工、重复分类。有些民众感觉不到呢自己垃圾分类的必要，就会懒得分类、懒得回收。而除此之外呢，台湾的回收体系还面临到一个外部冲击。原本许多欧美国家的资源物呢，都会卖到中国去处理，但自从中国开始禁止跟国外进口回收的资源物以后，国际的回收垃圾少了一个去处，价格就崩盘了。对于台湾的业者来说，现在国外的回收很便宜，然后台湾自己的回收常常因为混杂一般垃圾要处理很麻烦，两个相比起来有不少的台湾业者呢，就会更倾向直接收购便宜的进口回收来处理。于是很多台湾的资源物呢，就会找不到人来处理，最后还有回收价值的资源物就会被当作是一般垃圾来烧掉。然后如果民众知道了，就会觉得有分等于没有分，又不想分类啊，没有好好分类，处理成本又更高，业者又更不想要处理，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资源物——厨余。厨余有分成生、熟食，而熟食厨余呢，过去通常都是拿去喂猪，但是在2018年的非洲猪瘟疫情之后，已经越来越少养猪场会用厨余来喂猪，所以目前的厨余呢，主要剩下3种去处理：堆肥、发电跟粉化。比较空旷的地区，厨余可以被送去堆置场来堆肥，等到自然熟化之后呢，再拿来用于农作。而有部分的县市呢，因为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改用机器来处理，把厨余做成有机肥料。而此外，政府也是在推动设立生质能源厂，利用厨余产生的沼气来发电。而从这边来看呢，目前厨余被回收之后还是有一些利用价值，不过它在处理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附带的问题。以堆肥来说好了，台湾都市的空间通常都很拥挤，但也不是所有的县市都有先进的设备能够把它做成有机肥料，所以很多无力处理的厨余呢，实际上面都是被当成是一般垃圾拿去焚化或者是掩埋掉了。而就算有合适的条件可以堆肥，堆肥厂排出来的水、飘散出来的空气也会让附近的居民非常的反感。而另外，民众过去比较没有把厨余分类，不管是汤汤水水的熟食，或是其他没有煮过的生食，全部混在一起，后续处理的时候呢，要焚化或是堆肥也都会比较困难。刚提到了这些问题因为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处理起来都有点复杂。那这边我们会试着从比较大的共同点切入，去找看看其他国家的案例。首先，最大最共同的就是垃圾分类不够确实的问题。德国有个做法是，他们会用机器来分类筛选，这样除了能够提升效率，避免各个环节有重工之外，也能够加强回收分类的纯度，让资源物更有价值，业者会更愿意回收。而此外，关于焚烧污染的问题，这边比较急迫的就是要更新设备，发展飞灰的再利用技术。那以民众的角度来说，确实做好这个垃圾分类也还是非常重要。此外呢，大家也可以尽量的减少制造无法回收的一次性垃圾。另外，像是复合塑胶，虽然可以回收，但处理起来成本也很高，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从源头减量。这个部分除了靠大家的良心来执行之外，业者也可以试着多用裸包装来贩售产品，而政府也可以考虑规范业者都用这个成分比较统一或是有回收价值的包装。
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虽然每天倒垃圾，但是对于现在垃圾处理的方法真的知道的很有限。如果早一点了解，或许就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多多注意一些小细节，例如倒厨余或者是垃圾的时候呢，尽量的把水沥干，这样后续的焚化会更有效率。另外，虽然刚刚有提到一些可能的做法，但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因为还是会需要考量到人力、技术、地理限制、经济资源、社会民情之类层面，所以推动起来未必能够完全的直接比较办理。所以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呢，偶尔会觉得有点无力，感觉实际上面能做的好像没有很多。但换个角度想，如果多多注意分类，是我们比较能做，而且做了也确实会有帮助的，那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就乖乖分类吧。好的，那最后来问大家哦，关于今天讲到的处理方式，你最意外的是什么呢？一般垃圾的部分，我想不到焚烧垃圾也可以发电。B 垃圾回收的部分，原来业者会买国外的资源物。C 不确定哦，但好好回收很重要。这个呢，我有点意外。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垃圾是怎么处理的。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电子垃圾以及东南亚的垃圾危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